欢迎来到今天的专题解析。说真的，看着最近屡创历史新高的股市，你是不是也常常听到身边有人一夜致富的神话？但其实这背后隐藏着一个非常无情，甚至可以说是极度残酷的生魂游戏。如果你一点准备都没有就闯进去，随时可能会沦为市场大鳄的盘中蒜。准备好了吗？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揭开这座华尔街屠宰场的真面目，学学怎么用一套厉害的孤狼哲学在市场里活下来。来，我们直接切入正题，请你先诚实问问自己，你最近是不是每天死盯着手机，每隔5分钟就想刷一下看盘软体？你是不是被那种错失恐惧，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FOMO 情绪给彻底绑架了吗？一方面，你超怕突然来个大崩盘，把你的辛苦钱全部吃掉；但另一方面，你又更怕自己错过了这波几十年难得一见的狂飙行情。这种不上不下、超煎熬的焦虑感，对吧？其实这就是现在绝大多数散户的真实写照。如果你现在每天就是跟着财经新闻瞎起哄，开着自动驾驶模式盲目跟风，完全放弃了独立思考，满脑子只想着要抓到最后一波暴利，那我得给你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，你这根本就是在为华尔街的屠宰场把自己养肥啊！再这样下去，当派对的音乐突然停止，灯光亮起的那一刻，你绝对会是那个留在原地，负责替所有人买单的最后一个人。这边我们要先打破一个大家从小被灌输的超级大迷思，很多人以为投资就是要会算很复杂的数学模型，要有完美的预测神技，或者就是要永远满仓死抱着。大错特错，投资从来就不是冷冰冰的数学题，它其实是一场赤裸裸的心理学博弈。当你的大脑被贪婪给挟持，或是被恐惧给瘫痪的时候，再神准的预测技术都会瞬间失效。说穿了，在这个市场里，谁能控制自己的大脑，谁才是最后的赢家。我们稍微把时间倒转一下，来看看历史。1929年，那场引发经济大萧条，让无数富豪破产跳楼的疯狂第5波大崩盘中，居然有一位传奇人物，他不止毫发无伤的全身而退，更夸张的是，大崩盘当下，他手里竟然还握着高达1600万美元的现金，1600万美元耶！你要知道，在那个年代，这笔钱简直可以买下一整座城市了，没有开玩笑。他到底是怎么办到的？这位神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华尔街孤狼班纳德·巴鲁克。他不止在投资界所向无敌，甚至还坐在公园的长椅上，当过好几任美国总统的政治顾问。巴鲁克之所以能拥有这么惊人的财富跟地位，并不是因为他发明了什么超强的看盘软体，而是因为他看透了一个终极真理：股票市场的本质其实就是人。为了讲清楚这个概念，这就得提到他那个红了快100年的经典理论——擦鞋童理论。你想想看，当你在剪头发、吃早午餐，或是像巴洛克当年遇到街边的擦鞋童时，这些平常根本不碰股票的基层大众，都开始自信满满的跟你报名牌，甚至炫耀自己赚了多少钱的时候，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市场上所有能买股票的钱已经全部被吸干了，这正是群众狂热达到最高点，市场准备要大崩坏的终极讯号啊！而这一点真的超级违反直觉，但也完美展现了巴鲁克的天才之处。大多数人投资失败，就是因为总想把利润吃干抹净，连最后1块钱都不放过。但巴鲁克说过一句名言：我之所以能赚大钱，是因为我总是在太早的时候就卖出。他宁可主动把最后那一段利润，连同后面那毁灭性的风险，统统留给那些被贪婪蒙蔽双眼的人。他宁可卖太早，也不要当大崩盘时无路可逃的最后一只老鼠。所以咯，最关键的一点是，当你把巴鲁克这套孤狼哲学放进大脑，当做一种极端的抗压训练之后，你就不会再被市场的情绪牵着鼻子走了。你可以帮自己打一剂情绪疫苗，获得免疫力，然后透过真正的独立思考，重新把心智的主导权给抢回来。你可以冷静地看着大家在那边疯狂，而你永远保持清醒。来，
现在请你诚实的检视一下自己的投资账户。多数散户的账户是不是很像大卖场里的特卖会花车，乱七八糟，盲目追逐最新的 AI 热潮，里面全都是听来的内线名牌？但巴鲁克的做法完全相反，他走的是高级精品店路线，高度精挑细选，彻底研究过基本面，只专注在少数几个绝佳的目标上。你的资选库真的必须要像这样好好大升级一下了。而在这间高级精品店里，有一样东西绝对不能少，那就是战略现金。很多人觉得把钱换成现金放在那边被通膨吃掉，有够亏，有够笨。错了，现金从来就不是一滩死水，它是你手边最强大的进攻武器。当不可避免的黑天鹅真的飞出来，市场恐慌大跳水的时候，这笔现金就是你最大的靠山和战略杠杆。你试着想象一下这个超狂的画面，在经济大萧条最惨，一堆人破背断头破产的时候，巴鲁克却非常优雅地坐在公园的长椅上，他非常冷静地拿着手边庞大的现金，用那种你根本不敢相信的跳楼大拍卖批发价，狂买世界上最优质的资产。在那个当下，他绝对不是待宰的羔羊，他是掌控整个棋局的掠夺者。这就是现金的威力。好，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历史智慧，这跟现在的我们有什么关系？面对现在这种屡创新高的疯狂市场，特别是这波 AI 大狂潮，你不需要再去迷信什么神奇的技术指标了，你只需要确实执行接下来的3个步骤，当做你的实战抗压训练，你今天就能马上夺回你的资产控制权。这就是我今天要给你的专属训练手册，请你现在立刻就把这3个步骤排进今天的行事历里。第一，启动生活雷达；第二，执行睡眠点；第三，建立战略现金。只有严格执行这3件事，你才能安稳地避开那座即将开门的屠宰场。我们一个一个来拆解。你的第一个挑战，马上启动生活雷达防护罩。今天就开始观察你身边的人，如果连你那个平常连股票代号都搞不清楚的亲戚，或者是你常去的那家理发厅老板，都开始眉飞色舞的跟你炫耀他买 AI 标股赚了多少钱，请立刻拉响警报，千万别以为这时候还能进场，这就是市场发出的最高级别警报。不要怀疑，立刻开始规划你的退场机制。第二的挑战，执行睡眠点停利法。老实说，永远不要幻想自己能买在最低，卖在最高，因为除了骗子，根本没人做得到。你现在要做的是用纪律来对抗大脑里作祟的贪婪，开始分批卖出你手上已经大赚的股票。要卖到什么时候？卖到你的仓位降到一个睡眠点，也就是你每天晚上躺在床上，完全不会因为担心股市而失眠的那个状态。强迫自己卖得太早，就是赢家保命的秘诀。最后一个挑战，打造你的战略现金军火库。真正的风险控管就是无情的停损。今天就打开你的看盘软体，挑出一档你明知道看错，却一直舍不得卖的死鱼股，干净利落地的认赔杀出，把这些沉重的包袱切掉，把换回来的钱全部变成现金储备。记住，永远不要把所有的钱都卡在市场里，备妥你的现金军火，然后耐心等待下一次市场大恐慌的拍卖会。投资市场说穿啦，永远都在贪婪跟恐惧之间剧烈的来回甩动。今天我们透过巴鲁克的智慧，拨开了那些华丽的数据，看到了投资最赤裸裸的心理战。现在主导权回到你手上了，好好问问自己，当这场疯狂派对的音乐最终停止的时候，你会是那个无助地留在原地掏钱买单的猎物，还是那个带着满手现金从废墟里冷静挑选黄金资产的孤狼？选择权就在你今天的行动里。我们下次见。